最后的摸金校尉。在《鬼吹灯》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如有八重险，不出阴阳八卦行。这句话呀，你自然不是作者天下霸唱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出自风水祖师杨君松所著的《汉龙经》。那原句是：寻龙千万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若有千重锁，定有王侯居此间。而让盗墓这个行业正式映入大家眼帘的，那就是10年前一系列的盗墓小说。这些作品大火的同时，让很多人就了解到摸金校尉这个职业。可是真实的摸金校尉你们见过吗？并没有小说中描述的那么邪门，这真实的摸金校尉也是存在的。我要说的这位就是号称关外第一盗墓高手，人称盗墓界的祖师爷姚玉忠。关于他的故事啊，有非常多，有人说他是风水大师，也有人说他是祖传的盗墓贼。姚玉忠被捕之后，他所做的事儿就曝光了，惊动了整个的考古界。他所涉及的案子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盗墓案几个之最：单案控制犯罪嫌疑人人数，追缴被盗文物数量最多的案件，打掉盗掘犯罪团伙12个，控制犯罪嫌疑人225名，追回文物2063件，价值超过5亿元。这被称为共和国涉文物第一大案。那53岁的姚玉忠是头号主犯，12个犯罪团伙中至少有9个是和他联系的，大部分的盗墓团伙的头目以前都在他手底下干过活。这从盗墓到被捕，姚玉忠都有很多的传奇色彩。被抓以后，姚玉忠觉得这冥冥中自有天定，为了侦办这起涉文物第一大案，公安部督办成立了1126专案组。可是没想到专案组成立的这一天，就正是姚玉忠的生日。警方抓捕他是在凌晨3点，这就是他降生的时辰。抓捕的地点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翼镇的天翼宾馆。天翼，这跟天意是谐音呐。为什么我会选择红山文化盗墓？因为啊，我就是6000年前那个挖墓人转世的。我转世盗墓就是想让红山文化重见天日。被捕以后，姚玉忠就这样向警方交代。转世一说，这不过是姚玉忠自我神化的伎俩，但是坊间对他的神迹却是广为流传，甚至有网友搜集整理了盗墓界祖师爷的本事。祖传的摸金校尉，从父亲那儿学得寻龙点穴、求风问水的绝技，会看天象，能够根据星斗的位置，手中的罗盘在方圆100里内确定一块墓穴的位置。在赤峰的周边，墓穴通常就在这样的山中。事实上，跟网友杜撰的盗墓世家不同，姚家祖传那是灭将，也就是古人常说的知席贩履。1962年11月26日，这姚玉忠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县新房村。那时3年自然灾害刚过，姚家住着简陋的土房，家境贫困。姚玉忠从出生起啊就没吃过奶，那全部都是母亲用高粱面喂大的。这种贫穷深入到姚玉忠的骨髓，因此他从小就希望赚大钱。父辈除了种地，还有编竹筐的手艺。在7个孩子里啊，排行老3的姚玉忠学得最好。姚玉忠的弟弟姚玉飞就说了：
我这三哥经常把他编好的竹筐骑自行车到其他的村子里贩卖，还倒腾过什么羊绒、皮子、猪鬃。那会儿啊，他属于这村头里头脑活络的。那时候啊，村里人眼中的小篾匠姚老三聪明机灵，可是与众不同的是他喜欢看书。姚玉飞回忆，有段时间里字儿都认不全的三哥就买了一大堆的书回家，那都是些什么风水、易经之类的，天天在那儿看啊。由于竹筐赚不来什么钱，姚玉忠有段时间还做过羊绒贩子，但是呢，由于他手里的本钱太小，就都没能做大。为了能得到更多的钱，姚玉忠又开始到砖厂背砖。总之，姚玉忠并不是个安于做农民的人，他时刻都琢磨着怎么能挣到更多的钱。姚玉忠曾经简单的提起，那如果在一处山脉上，左有青龙，右有白虎，上有靠，下有罩，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风水宝地，也是适合埋葬的地方。但是旁人啊，一般找不出这样的地点，姚玉忠到了山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自幼就看风水书啊，成为盗墓高手也和当地的特殊地缘文化有关。这新房村的老辈人回忆，当年姚玉忠和小孩子们在山上放牛的时候，一个小孩就趴在山包这边，耳朵贴着地面，另一个孩子在几十米外跺脚，趴在地上的孩子就能听到土屋里传来空洞的咚咚声。孩子们当时不明白，就觉得挺神奇，长大了一回想，呵，这不就是下边有古墓吗？姚玉忠的家乡赤峰，顾名思义就是红山。相传红山原名九女山，在远古时9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9仙女惊慌失措，打翻胭脂盒，那胭脂洒落在这儿，因此就出现9个红色的山峰。1930年冬天，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在红山一带考古，就发现许多陶片和古代文明痕迹。解放之后，他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尹达先生的《中国新石器文化》作序。尹达和梁思永提出来，将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这种新文化现象，就命名为红山文化。这就意味着红山文化是距今5、6千年前辽河流域出现的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1971年，当地发掘出土的红山玉猪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龙的形象，被称为中华第一龙。所以啊，专家称红山文化是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赤峰市博物馆，标注的列有红山文化遗址的小箭头，几乎遍布着整张地图。赤峰史前文化的分布可以说是极为密集，对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新房村的村民来说，那没见过古董恐怕都是一件难事儿。在姚玉忠生长的村庄里啊，有时候下场暴雨，第二天来到山上就能捡到陶片石器，那运气好的还能捡到完整的器皿，甚至是玉器，这都是距今几千年之久的老古董。红山文化的埋葬特点是氏族墓地一般都选择在高山之上，多为基石冢，墓地的内部分区结构为土坑竖穴或者是洞穴，并没有束发佩戴项环和臂环的习俗。几千年下来，墓室表层土壤经过风化、开垦、水土流失，导致有很多的墓葬埋得很浅，一般啊就是1、2米深。但是早年间村民们意识不到古董的珍贵啊。40多年前，村里人在地里就挖到一个白色的碗，这平常看起来普通，但是倒进水去，这碗底下就会浮现出一条红色的鱼。
可是后来失手把这碗给摔了。还有人用捡到的玉器换2袋子米面，心里边还觉着赚了。还有那些个堆砌墓地的青色砖石，这肯定是没法盖房子，村民们呢就把这几千年前的砖头拿回来盖茅房。自从这红山文化的名气变得越来越大，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子里收古董。那出价从最早的50块、100块变得是越来越高。这时头脑活络的姚玉忠就意识到一种比当篾匠来钱快100倍、1000倍的办法——盗墓。于是他就真的开始盗墓了。刚开始啊，姚玉忠好几次找到墓穴，打开之后就是什么都没有，要不然就是一些尸骨，根本就没找着任何的陪葬品。这让他有点懊恼，于是他就开始大量的研究古籍，想从这书中找到盗大墓的办法。实际上啊，摸金校尉并没有什么祖传之说，也没有祖上流传的书籍和技术。因为这盗墓贼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不是什么光彩的职业。尤其是古代，盗墓贼的下场可以说是无比的悲惨，基本上被抓着了，那就会被凌迟。因此啊，摸金校尉真实存在，但类似于小说中那种盗墓家族，可信度不高。这没有人愿意自己后代当盗墓贼啊。就算是有依靠盗墓发家的，也都藏头露尾。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盗墓贼是发不了家的，只能有口饭吃。有人说啊是报应，也有人说是活该。因此这姚玉忠从头到尾那都是自学成才，根本就没人教他，一切都靠着自己的经验。在村民眼中，后来的姚玉忠完全换了一副形象。他不再像一个农民或者是小贩，而是戴上一副金丝边的眼镜，衣着也改成有艺术气息的中山装，长褂子。那张国字脸虽然不苟言笑，但是谈吐比以前更加的儒雅。那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读上大学了呢，可是真正知道他的人都明白，他这是要当摸金校尉了。第一次盗墓，姚玉忠是相当紧张，他一个人下去的，当时他也没想自己能不能回来。这古墓十分的狭窄，并没有小说里边演绎的那么宽大，仿佛地下宫殿一般。挖开古墓之后，里边又闷又热，刚在下边待了几分钟，姚玉忠就满头大汗。而在这个时候，他就找到一具已经风化严重的骷髅。在这古墓里啊，那基本上都是骷髅，毕竟这些个古墓随便一个那都得好几千年了，甚至有的连骷髅你都找不着，只有零碎的骨头。第一次盗墓，姚玉忠十分害怕呀，脑子里想的全都是那报应的事儿，因此他匆忙地在墓地里寻找起来。很快他就找到一枚造型奇异的玉，也来不及多想，姚玉忠拿起来就跑。在这之后啊，姚玉忠把这块玉卖了出去，收获2000元。这个数字在当时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呀。这笔钱让姚玉忠彻底疯狂了，贪婪已经充斥着他的大脑，他已经不想后果了，就只想着继续盗墓。在小说《鬼吹灯》里，摸金校尉干活时，他们每个人都佩戴着用穿山甲的爪子做成的护身符，这个既是护身符又是身份象征。凡是开掘大墓了，在墓室地宫里都要点上一根蜡烛，放在东南角方位，然后开棺摸金。死者最值钱的东西往往都是带在身上的，一些王侯以上的墓主都是口中含珠，身负金玉，胸前还有护心玉，手中抓着玉如意。这时候动手啊，不能损坏死者的遗骸，轻手轻脚的从头顶摸到脚底，
最后必须给死者留下1-2件宝物。在此之前，如果说这东南角的蜡烛灭了，那必须把拿到手的财物原样放回，恭恭敬敬地磕3个响头，按照原路再退回去。这样做的科学道理是为了防止墓里的空气不好。蜡烛熄灭之后退出墓穴，就能保证人不会因为空气不好中毒。传说那有些墓里是有鬼的，至于这些鬼为什么不入轮回，千百年中一直留在这墓穴里，那就不好说了。很可能他们是舍不得生前的荣华富贵，死后还天天盯着自己的财宝。碰上这样舍命不舍财的主，你也就别硬抢他东西了。不过这些都是小说里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况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摸金校尉是从来不讲规矩的。盗墓就是盗墓，犯法就是犯法。姚玉忠知道这盗墓是犯法，可是贪婪让他停不下来。每一次盗墓，姚玉忠都是极为贪婪，他根本就不害怕报应，也不遵守规矩，他只是为了钱。因此他可以践踏这世上一切的东西，只要墓里有东西他就去拿，不管这是谁的墓。赤峰市博物馆，姚玉忠等盗墓贼喜欢在这儿来看文物，他去有名的博物馆和墓葬群实地考察，不知道的乡亲还以为他那段时间迷恋上旅游了。什么故宫、清东陵、红山墓葬群、博物馆，这都是姚玉忠重点考察的项目。一方面可以结合书本研究墓穴的埋葬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多看看实物，提高鉴别能力。考察归来以后他就养成一个爬山的爱好。警方在后来的调查中也发现，这姚玉忠特别喜欢爬山，没事儿就在附近的山上转悠，有时一转就是1天。就在警方决定收网那天，姚玉忠还去山里看了一次。盗墓的行话就管这叫踩点儿，或者点穴。那姚玉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活土，他能根据星象、地形、地图准确地找到古墓墓室的位置。我们很多次都是请他来帮忙踩点儿的，经他踩的点儿，每次都能挖到东西。在被捕之后2号团伙的核心成员冯杰如是说道。有一位熟悉案情的人士透露，红山这边的墓从南方来的盗墓者那是搞不定的。也不是说他们水平不行，而是不同的地方丧葬的特点不同。姚玉忠已经把红山墓葬的特点给吃透了，所以才称他为关外盗墓第一人。一般的盗墓贼到山上能找到墓的位置就不错了，但是姚玉忠不光能准确的定位，他还知道这埋的是什么身份的人，是上等阶层还是平民。这红山有玉葬的传统，但不是每个墓里都能出活，一般一个墓里边也就2-3件玉器，大部分都是石器、陶器为主。普通的盗墓贼挖出来石器也卖不了几个钱，但是姚玉忠专门找能出货的墓挖。一块风水宝地，很多的墓葬是层叠埋葬的，所以姚玉忠打盗洞经常都是垂直往下打下去，然后向着墓葬的地方平行挖掘，所以那挖出来的东西就比其他的盗墓贼多。其他的盗墓团伙有的使用很多高科技工具，比如说什么3维立体成像仪、金属探测器，但是姚玉忠不是，他那工具非常的简单，渣子、强光手电。这渣子是一种自制的工具，由多段钢筋拼接，携带方便，可以现场组装。它比洛阳铲性能要高这渣子扎到土里边之后，通过观察渣间的颜色变化，就可以判断这下边是否有墓葬。姚玉忠甚至嘲笑使用洛阳铲的人，觉得那是上不了台面的，更是对所谓的专家嗤之以鼻。
觉得他们不够专业。比很多人高明的是，姚玉忠有时会带上一包草籽儿。春秋草木生长，是他盗墓的最佳时机。在临走时，姚玉忠都会回田盗洞，以免被发现。有时也会撒下一把草籽儿，这用不了多久，挖开的土这就能长出草来。从事盗墓30多年，姚玉忠渐渐的就成为盗墓界的祖师爷。一位研究盗墓的人士介绍，据民间传说，在中国的盗墓史上出现过不少的门派，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相传曹操设立的摸金校尉。摸金校尉组成了摸金门，而后据传还有什么发丘门、搬山门、谢岭门等等。以上4者又被称为摸金校尉、搬山道人、谢岭力士、发丘将军。有发丘有印、摸金有符、搬山有术、谢岭有甲之说。这些门派各有特点，有的是根据风水星象定位的，也有暴力破坏古墓的。而这处在关外的红山文化以前不被重视，盗墓的人也相对较少，直到姚玉忠为代表的团伙出现。他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在他手下干活的团队就把他奉为祖师爷。他们这一派就是不讲规矩，只要是能盗墓，他们什么都干。不过虽然从来不讲规矩，但是姚玉忠却也碰到过邪门的事情。那是1985年，一个盗墓团伙相约说那荆州有一个邪门的古墓，里边有宝贝，但是他们不敢去碰因此就邀请姚玉忠前去。姚玉忠欣然同意，带着几个手下就去了荆州。在荆州凤凰山，姚玉忠就看见一块古墓，他也没有着急就开始盗墓，而是拿起罗盘，目光不时地环绕四周，不住地赞叹着。这里这风水可以说是相当的好。按照他的说法，这里是龙虎相聚之处，葬在这儿不仅可以保证无忧，还能福泽子孙。这说完之后姚玉忠拿出渣子。姚玉忠这扎了一下土，渣子入地才半米多，很快渣子就被拿了出来。姚玉忠的目光看了一眼，表情充满着震撼。那渣子部分已经被红色覆盖，残留下的土竟然是红色的。这看到这儿周围懂行的人已经是惊恐的尖叫起来。哎呦，这还是别弄了吧。对呀，这很明显是血尸离地3尺有血，这是大凶之兆这要是挖出来，我们说不定都得死。这一时间，无尽的恐惧笼罩在这些盗墓贼的心头。可是姚玉忠却不信这个邪。什么血尸他从头到尾都不相信这个。他没有任何的老师，一切都是自学成才。那些什么所谓的忌讳，他也从来没放在心里。结果这一挖就真的出事儿了。挖开墓穴，里边有一口棺材。打开棺材，这下哪怕是姚玉忠，在这时候都傻了眼了，只感觉毛骨悚然，浑身都在发抖。在这棺材里，是一个全身上下没有一丝毛发，全身通红的血人。不仅如此这个血人就被泡在棺材里，棺材里边都是赤红色的液体。没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可是眼下已经无人关注了。哎呦我的妈呀，血尸！周围的盗墓贼满脸的惊恐，有人转身就跑。姚玉忠也感觉头皮发麻，他强忍着心头的恐惧，在这墓穴的周围找了一圈，没发现什么陪葬，他这才把棺材放回原位。那周围的人都已经跑光了，手下也是惶恐不安。姚玉忠忍不住骂道：什么血尸没什么可怕的。
不过临走的时候他还是拜了拜，惊恐的喃喃自语：无意冒犯啊，无意冒犯。回去之后，姚玉忠就生病了，在梦里他就总梦到一个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毛发的男人跟他在说着什么。这场大病生得蹊跷，就算是姚玉忠都怀疑那个尸体是不是真的就是传说中的血尸啊。据说血尸是僵尸的一种，可以夺人性命，如同妖魔。这件事儿一直就成为姚玉忠的心病。姚玉忠也不是没到过汉代的墓，可是那些墓主人早就成了骨头渣子了，就算好一点，全身也已经干枯变形。可是那个血尸简直就跟活人一样，只是全身上下都没有皮肤，看那样子就像是被剥皮的人。如果他来找自己怎么办啊？这件事儿就困扰姚玉忠很长时间，每次他想起来都感觉惶恐不安。后来在审讯的时候，姚玉忠遇到个考古学家，这考古学家就告诉了他关于血尸的下落。原来这之后没多久，这血尸就被考古队发现，然后成功的出土。那具血尸外形基本完整，身长 1.66 米，体重 52.5 公斤，皮肤、肌肉这些组织都有弹性，四肢大小关节也能活动，32颗牙齿齐全且牢固，鼻道通畅，左耳骨膜犹存，脑壳完整，脑膜血管清晰可见，内脏器官齐全，骨骼正常，皮下胶原蛋白纤维保存良好，与新鲜组织非常接近，体内的蛋白质、脂肪、糖类也有不同程度的保存。至于这血尸之所以能保存完整，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那主要就是深埋、密封和棺液的防腐作用。至于这血尸之所以变成红色，那就是因为棺液里有无数的朱砂导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邪乎。事实上，这血尸也并不像它的名字般呈血红色，而是酱紫色。这件事以后姚玉忠躺了半年，这才重新作案。不过这次他谨慎了不少，甚至从来不迷信的他开始四处的烧香。但是这都改变不了他是一个盗墓贼的事实。盗墓从来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更何况盗墓贼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而已。姚玉忠也是这样，虽然他经常辩解，说自己想让这些宝贝重见天日，可是盗墓那就是盗墓啊。那些古代的宝贝，无论是卖出去还是留在手里，都改变不了不属于他们的事实。姚玉忠作案的频率非常高，从2013年到2014年这1年多里，他们作案达到200次。每次去踩点，姚玉忠都是独自一人，从来不许别人跟随，私下闲聊也绝口不提踩点的窍门，就连弟弟姚玉飞都所言甚少。在快要挖出文物时，姚玉忠会把所有人都支开，让他们喝水、抽烟、休息，自个儿独自一人下坑，挖开那最后一层土，取走文物。那些跟着他挖的人，就连到底是出土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他说分多少那就分多少。这姚玉忠他不信任谁就让谁去放风，真正参与盗掘的都是他的同乡亲戚，挖多深他心里都有数，挖完以后他就会仔细的回填，想尽各种办法将这盗掘的现场掩盖起来，以免被人发现。一名办案民警说，这姚玉忠狡猾呀，警方在前几个月的调查中只知道有个老姚存在，说这个老姚很神，出货很快，但是没有进一步的细节。要不是弟弟姚玉飞被发现了，姚玉忠可能都很难被抓住。这种狡猾也体现在对自己的狠劲儿上。
在之前一次上山抓捕中，警方就发现有个盗墓贼宁可跳崖也不愿意被抓。这后来才知道，这跳崖的就是姚玉忠，他跳崖把腰摔坏了。姚玉忠怕警方怀疑，还专门去赌场惹事找人打了一架。见人就说是赌场打架把腰给打坏了。姚玉忠嗜赌如命，这数十年昼伏夜出的盗墓，熟悉他的人都说，姚玉忠一到晚上眼睛就特别的亮。不盗墓的时候，晚上他们就经常聚在一块儿赌博，那一赌就是一个通宵。姚玉忠盗墓虽然说高明，但是赌技却不高超，甚至被人诈过。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一个瘸子曾经在赌博时出千，让姚玉忠下重注，输了个精光，最后不得不抵押自己盗来的玉器。仅在河北的一家地下赌场，姚玉忠就欠着7000多万的赌债。他来不及出售文物换钱，直接就拿文物抵押，原本值100万的他就要50万，甚至直接以10万一件的价格当场就押出去，鲜有赎回来的。尽管如此，姚玉忠仍旧觉得这赌场才是最真实的地方。姚玉忠花钱如流水，可是他的父母并没有花过他的钱。大多数时间里，姚玉忠日子过得并不好，只能不断的盗墓维持生活。至于那些钱去了什么地方，姚玉忠也没告诉警方。可是所有人都知道，那大部分就是进了赌场。姚玉忠辛辛苦苦盗墓30多年，到头来却同样被人骗去。这真是有一种因果循环的意味。姚玉忠的本事这是越来越大了，跟随他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手底下人都称他为姚爷，圈里人就把他的本事传得神乎其神，就说他会看天象，能根据星斗的方位，手中的罗盘，在方圆100里之内确定一块墓穴的位置。据媒体报道，在审讯过程中，姚玉忠曾经宣称：“你能分清男人和女人吗？我能鉴别红山文物，就像你们普通人能区分男女那么简单。”姚玉忠认为关外盗墓第一高手、祖师爷这些称号都是低估他了，他应该是红山文化第一高手。这30年的盗墓生涯，姚玉忠不仅发展到同村5名村民做同伙，还将亲弟弟姚玉飞也带上道了。自从那血尸之后，姚玉忠就再没出过事儿，这也让他放松了警惕。可是没多久，还是出事儿了。在关外，姚玉忠盗墓是如鱼得水，可是在关内，他还是遇到事情。他的合作伙伴就发现一座清代的墓，希望他过来帮忙。姚玉忠显得格外的兴奋，他认为这一次肯定能弄到不少的好东西。很快，墓穴被挖开，棺材也被打开盖子。这棺材里是一具女尸。当这棺材被打开之后，姚玉忠顿时傻了。这棺材里边竟然是一具栩栩如生的女尸。这盗墓这么久，姚玉忠可是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周围的人也都呆住了。这个女子很漂亮，一身清代的衣服，就仿佛只是睡着一样。女子身高1.65米左右，身材修长匀称，四肢关节均能活动。女尸的皮肤细腻而且有弹性，没有一点腐烂或者脱水的迹象。虽然失去血色，但是白皙的就跟刚刚入葬一般。让人们惊讶的是，她嘴唇上的胭脂和精心晕染的红指甲居然也都保持着完好的色泽。可是就在这时，异象发生。这女子的身体刚接触空气，身子就以极快的速度腐化衰老。
她那皮肤顷刻间就变成黑色，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到几分钟，这女子的皮肤就变得越来越黑，而且是越来越难看。她那皮肤开始膨胀，整个人就仿佛怪物一般，不断地向外膨胀着。看到这里，姚玉忠哆嗦着拿起盖子，然后把那盖子合上。这周围的人也是吓得面如土色，一个个不知所措。姚玉忠深吸一口气，脸色也是慌张无比。但是很快他就镇定下来。怕什么？我听专家们说过这事儿，尸体被保存在没氧气的环境里，这一下接触到空气了，就会遇到这种情况。那大家伙继续挖吧。可是谁也不愿意再挖了，宁可不盗墓，也不想把命留在这儿啊。哎呦，我们还是走吧，这太邪门了。是啊，这好端端的一个漂亮姑娘，几秒钟就变成那样了。我怀疑她根本就没死，我们还是走吧。听着周围的人都这么说，姚玉忠也不好说什么，匆匆地把古墓掩埋。临走的时候，姚玉忠还不忘扔了一把草籽儿。回去后，几个人病了一场，姚玉忠倒是没什么事儿，只是在这之后啊，遇到这种古墓，姚玉忠二话不说，马上就离开。这些年间也不知道到了多少墓，有的时候他自己都会自嘲，如果自己有墓，那早晚也会让人刨了。所以他就告诉自己儿子，说啊，自己如果死了，千万要火化，骨灰如果不能留在墓地，就抛入大海。由此可见，对于因果报应这一套，姚玉忠还是比较忌讳的。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姚玉忠空有这么多财富，可是实际上他什么也没为家里做。财不露白是一说，那姚玉忠的钱几乎无论如何都攒不下来。姚玉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赌博，也可能是大手大脚惯了。姚玉忠就总觉得呀，自己无论有多少钱，都不能剩下一分，所以他就只能不断的盗墓。跟他一起的盗墓贼同样如此，他们分的少，花的却多呀。因此，这30年了，姚玉忠身边的人没换多少，这让他有点感慨啊。盗墓的不劳而获，已经彻底让这些摸金校尉丧失正常生活的能力。毕竟这下墓一趟，随随便便就赚上几年，甚至是一辈子的财富。对于自己的本事，姚玉忠是十分的自傲。那有时候喝醉了酒，姚玉忠还会自吹自擂。妈的，那考古学家算什么东西啊？就他们学的那些东西啊，在我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我这一个人啊，我就抵得上100个考古学家。虽然没有专业的知识，可是姚玉忠这些年的盗墓经验真的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实践出真知啊。姚玉忠的专业水平也绝对是抵得上100个考古学家。只是那考古学家可不会倒卖文物，而姚玉忠呢，那不知道倒卖了多少文物了。2014年下半年，办案人员在排查中就发现姚玉忠的身影。他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着装整洁文雅，特别喜欢爬山。这没事啊，就到附近的山上转悠，有时一转就是一天。那谁也说不清楚他到底在这山上干什么。这个奇怪的举动就引起侦查员的怀疑。警方抓住姚玉忠之后，在解押他指认现场的路上，这个关外第一高手趁着看守人员不备，一头就冲向山上的一块大石头，企图自杀，被及时的制止。捕捉姚玉忠时，警方在其豪宅内搜出了很多件文物，随后在搜查姚玉忠的儿子家时，
发现摆满生活用品的隔断有些异样，于是就拆了这隔断，就发现其中隐藏着一个保险柜。这保险柜里边放着价值不菲的青铜器和扳指等文物。民警又赶往100多公里外姚玉忠老家搜查，在这院落中一口10米多的枯井内，发现4串红色的玛瑙珠串，后经专家辨认为辽代文物。姚被控制之后警方发现他的账户里是1分钱都没有。经过警方查证，2014年11月初，在姚玉忠的授意下，一伙人还将驾车回家的冯杰控制在车里，拉到陵园和宁城交界的一处僻静处，威胁、殴打，迫使他交出自己经营的文物店钥匙，抢走了8件红山玉器。这冯杰是谁呢？他是另一个盗墓团伙的核心人物，以前曾经是姚玉忠亲密的合作伙伴。从众多的同案供词上看，冯杰对着姚玉忠凭星象和山川走势分金定穴的本事描述的是最为生动，也是他在无意间放大了姚玉忠的神话。对同行和合作者下毒手，这一是因为姚玉忠缺钱，二是冯杰的团伙在盗墓的地盘上触犯到他的利益了。可以说此刻的姚玉忠已经彻底变成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盗墓让他拥有一切，可是唾手可得的财富却让他根本就无法控制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盗墓贼就算是一夜暴富了，也很快会再变得贫穷。姚玉忠从来不害怕花钱，反正他觉得这地下古墓多的是呢，没钱了我再去刨一个。只是这回他再也挖不了了。2016年4月14日，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姚玉忠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群、抢劫罪、倒卖文物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如今姚玉忠的老家仍旧是个略显凋零的北方村落，种地、养牛、打工，这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就跟大多数的农村现状是一样的，新房村的青年们大多是外出打工，一些人在城里边买了楼，逐渐的离开故土，这村里就越来越冷清。留在村子里的大多数就是妇女和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午后的暖阳为冬日的天空增添着丝丝的暖意。此时村里的妇女们聚在村头，闲谈着琐碎的生活，有时就聊起了姚家老三和老七的盗墓绝活。这女人们笑而不语。这时有个老人说道：哎呦，他还有那本事啊！现在3弟7弟都进去了，母亲都3年多没见这2个儿子了。说话这人是大哥姚玉民，因为担心老太太出意外，也不敢让他去探视。由于人称其弟弟盗墓祖师爷的称号，姚玉民说我从电视上也看了，说的挺邪乎的。他要是会看天象，我他妈眼珠子抠出来。姚玉忠的家在村子中间的位置，如今姚玉忠的妻子跟随儿子去了赤峰生活，只有83岁的老母亲独自一个人住在这儿。姚玉忠家的院子亮堂整洁，屋里是窗明几净，进入大门之后就能看到一副对联：喜居宝地财兴旺，福照家门富生辉，横批幸福人家。村民刘喜是姚玉忠隔壁的邻居，也是姚玉忠同案犯刘民的弟弟。他告诉我嘿，我这直到被抓的时候，我才知道哥哥是干这个的。而刘民的妻子看到我之后也是叹了口气：哎
呦，这现在说啥都没用了，他那人自作自受啊，我以后跟孩子可咋过呀？这如今啊，摸金校尉已经成了传说了，再也没有人记得曾经的关外第一高手。